Fight clean, and I want to clear. That's good.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一场羽量级的对抗。本次中印对抗当中，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因为两个人在赛前也是互放狠话，而且在称重环节也是，相互之间的火药味非常的浓啊，可以说是战斗值拉满的一场比赛。代表中方出战的是贾琼，目前身着YFU50龙中队的蓝色短裤，而红方运动员费尔曼·穆哈雷姆则是这场比赛本土作战。上来贾琼就要去抱摇之后，把对手给顶到了龙网边，现在就抢对手一个腋下。赛前双方在称重仪式上非常有意思啊，都是要放狠话，要拿下对方，而且都说这场比赛一定不会打得超过3个回合，而且两个人自信心都非常的足啊，也是在整个称重仪式环节当中最有火药味的一个称重对手。所以这场比赛看看两个人应该都是憋着气来的啊，所以一上来打的也都是非常的激进。在贾琼去把对手顶到龙网边的过程当中，被对手做了一个半摔，现在是费尔曼压制住了对手，在上位看看拿到齐正位之后啊，费尔曼这边并不着急，先是去稳住目前的这个把位，而贾琼这边也是双手刚刚是在对手的腰部搭扣啊，把对手往内怀拉，不给对手任何击打自己的机会，而且迫使对手在齐正位并不是那么的稳。对这个位置，因为一上来两个人，第一是身上比较干涩，都没有出汗；第二是两个人的力量那会儿都比较足，所以费尔曼这会儿也是给肘击，漂亮，连续的肘击，也是让贾琼这边抓紧时间继续圈住对手啊。这样的机会还是不能够给费尔曼。因为费尔曼其实在印尼当地啊也是一位明星选手，而且呢，不仅是印尼我们这次合作的赛事 One Pride 的超新星，同时还是在整个羽量级当中排名极为靠前的一位运动员。那在羽量级当中，也是在 One Pride 这个赛事当中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这个给锤击又是侧向的去迫使对手给一个半防，要小心击打对手，不要打到后脑。侧位来拉。给锤击，这个位置对于整个我们这次中印对抗赛的比赛当中啊，印尼的运动员尤其在做半防动作的时候是非常喜欢拉这样的斜线控制。而又是一个肘击上来了，贾琼这边也是迫使自己赶快站起来，连续挨了对手几个重击，到了龙网边也是抓紧时间抢对手的腋下。看来贾琼控制住对手之后啊，刚才这一下费尔曼面对短腿有点痛苦，给顶膝，应该是顶膝刚那下起的作用啊。对，两个人现在还是要去抢对手啊，抢一下给肩撞，还一个，在这个位置贾琼也是从外侧抄住了费尔曼的双腋下。而费尔曼则是从内侧抢对手贾琼的双腋下，看看贾琼有没有想要转出来的意愿啊？这个位置待的时间可是不短了，也是给肩撞、给顶膝，两个人都没有太好的进攻方式。我们现在来看，两人还是在角力的过程当中啊。但是费尔曼这边应该是更好发力一些。好在就是贾琼在肌肉维度上，包括肌肉力量上都比较的不错，还是箍住了。两个人现在其实都是双手搭扣啊，因为贾琼是从外侧箍住了费尔曼的双臂。看有没有机会改变一下把位？抄手并没有，又回来了。现在想把对手做下压的动作并不容易啊。然后在这个位置是给顶膝，又是肩撞，都没有太好的进攻方式。贾琼现在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转出来，最后10秒钟，
推对手的下颚，推出来了，但是并没有时间完成击打了。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的确能够感觉到两个人一上来的第一回合都是带着火来的，而且进攻的节奏在前半段保持的不错，还是打的你来我往的进攻端还是非常的迅猛。尤其是在拿到了齐正位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慢进当中，费尔曼的这些肘击还是能够比较不错完成了击打。那后半程两个人在龙网边相互之间互抢腋下，一个内侧超腋下，一个外侧超腋下，控制对手的这个过程还是略显焦灼了一些。短暂的局限，我们来期待上双方的第二回合。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看看一上来，尤其是贾琼这边会选择怎么样去打，因为两个人在第一回合当中，尤其是被对手拿到齐正位之后贾琼的确是度过了一段比较艰难的时间。这回合一上来的站立端，放完架之后，看看要不要跟对手再去做一做内围的互拼，还是去找机会打单击，漂亮，单击压后手，小心压的还是蛮准，离扫。又是一个上步压后手的过程，最后还一个，两个人确实是打杠上了，在站立端的拼拳也是移动端找好机会之后一个相互斗狠的过程，前手直拳给出去，抱着头就往里进对，两人目前在第二回合一上来的打法依旧是非常的硬朗。前手的摆拳打到，回扫踢，又是前手点到，两人在拳的力量感上都不错所以现在尤其是面对对手第一拳过来的时候，两人几乎都是选择了去躲一下，而不是硬扛。现在又是回到了第一回合后半程的状态抢双腋下之后，贾琼现在还是从外侧箍住对手的手臂，但是仅仅是这样也只能起到一个控制的作用估计两个人又要在这个位置互给顶膝了。有抓龙网的动作，场上的执裁裁判叫停了，应该是要看一下贾琼的这个抓龙网的动作。因为抓龙网肯定是一个犯规的动作就是要看一下这个犯规的动作能够对比赛进程有多大的影响。但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影响不大，因为这两个人在移动端应该不会被扣分。应该是会给予这样的一个口头警告。那两个人就会回到刚才的这个靶位，没错，对，回到这个靶位继续来进行比赛。好，我们接下来看找位置打对手的头部，小心不要打到对手的后脑，因为我们这次中印的比赛还是对打后脑要求的比较严格。整个后脑的区域都是不允许被击打的，其实包括我们 YFU 我们国内的比赛也是这样在我们国内的比赛也是这样，主要是出于保护运动员的目的。在这个位置连续的给锤击，现在对手费尔曼就是两个手在身后搭扣搭的会比较的紧所以说贾琼现在想去抄对手内围的这个腋下也抄不动。在这个位置两个人互给顶膝，这个角度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一膝应该是顶到了对手的裆部。费尔曼目前的这个状态比较痛苦，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就是这一下，直接倒地了。但是这应该在擂台上不会被定义成为一个犯规的动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费尔曼这边，根据比赛规则应该是最多5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调整，回到比赛当中。助理裁判也是来到了擂台上，医务监督也是来到了擂台上。你看费尔曼这边能否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费尔曼目前为止比赛已经不能继续进行了，已经敲钟了。那这样的话呢，因为是到了比赛的第2回合，那根据比赛规则，如果说比赛的时间过半的话呢，
那么比赛就是有结果的，要参照已经进行完的比赛2个运动员的表现来进行裁决。那如果比赛没有过半，也就是说没有打到2分，第2回合2分30秒的情况下呢，那这场比赛将会被裁定为无结果。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最终的判定结果。因蓝方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犯规，所以本场比赛无法继续进行。最终，裁判团给出的比赛成绩是无结果。